是的。看一下第二局败方选边的话 ，DYG 是来到了蓝色方。DYG 这个赛季是非常喜欢选蓝的。蓝色方胜率是57%。对的，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在蓝色方的4、5楼出到达摩这种英雄。一般给到了关羽，那就看看能不能拿到盾山了。DYG 后边搬了个狄仁杰，那这在逼北京微博把鲁班大师搬了，鲁班大师上班了，敖影也上班了，叱咤也成为了一个首选。是的，盾山在的话，优先级会比叱咤要高一些。因为苏烈、叱咤是可以打盾山艾琳的。那就看哪套打苏烈、张飞和真香，其实都可以。对。微博太乙真人是这个赛季辅助位玩的最多的英雄，选择了真香。那你要真香的话，也是因为 DYG 这边把沈梦溪给用了。如果项羽要选这种消耗型长手法师的话，就是女娲或者是嬴政。那前3楼如果先出曹操的话，加上艾琳，那就没有中单的位置了。曹操加艾琳，中单的位置应该会被微博搬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赛季其实项羽他使用了16个不同的英雄，他目前和青龙是并列在了不同英雄的第1位，就他们是使用了最多不同英雄的中单选手。最有价值之物给最珍贵之人。就是优先级没有那么高，后边就要选一些所剩下相对好用的了。北京微博是3楼正常出了一手西施，毕竟这把没有关羽了。那西施高位选，这是3件套啊，打盾山的3件套。那这把他们理想情况底下对抗路最好还能再出到狂铁。看一下 DYG 要不要搬了。DYG 上来就把云鹰搬了，云鹰搭真香组合确实是非常好用。是的。然后微博搬了一个镜，他怕 DYG 这边搞全切入啊。其实如果左边拿了镜的话就没有前排了。还搬了个阿古朵，这是西施比较怕的一个英雄，就相对没那么好拉。对。海月也搬掉。DYG 是搬了一手云鹰打野之后，后边搬了2个对抗路。此末又来了个老夫子。老夫子他这个赛季用过2次，全部都获得了胜利。这把老夫子主要是1能补带线，然后2是可以去看住曹操。然后当他们想开团打架的时候，不想被对面拉扯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强捆啊。当然微博并没有他的班位后边并没有去针对项羽的长手法师，其实这把长手法师很好用。女娲嬴政全在。女娲嬴政甚至是小乔这样的一些英雄，小乔这把也可以撑前期的强度，就看他们的选择了。DYG 选择了绝右金，异星又来了。上一次对战到狼队那场比赛的时候，就是选择到了异星，然后那局是获胜了，拿到了当局的 MVP。那局项羽的一个异星的表现，更多的就是会很多的时候占提前的一个点位，利用自己的2技能和大招去进行一个开团。他们上一次拿异星获胜的对局，就是打狼队那场当中的5个英雄啊，除了打野位是从杨戬换成了绝右金，其他4个英雄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然后打到对手的也是真香组合，因为确实异星去开真香的话是比较好开的。微博最后给暖阳这边来了一手哪吒，可以去打一个强冲，包括也可以去挂到重伤。哪吒的话可以帮孙尚香吸引一些火力，没错，他的先手，相当于2边都在前中期没有前排可言啊。那老夫子在带线要对线嘛，哪吒的话他不是一个站在正面去抢视野的英雄，他是一个靠大招和3技能直接进场的英雄。DYG 这边因为他觉得对面选了西施，他就不想选那种笨重的前排，像夏侯惇这种。他就直接选了一个灵活的橘右京。那这样一来 ，DYG 这套阵容容错率相对会低一点啊，他不能被对面先手钓到，尤其是打野位，这橘右京很脆的。这局我觉得最有趣的可能就会在于2边中单的视野博弈上面，因为2边中单都是那种可以放线的工具人玩法。微博这边是会把线去放给小麦的宋万香尺 ，DYG 则是放给小轩的橘右京。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，2边的中路怎么藏视野去抓边，成功效率如何？感觉都是去边路能够找到机会的中单啊。前期多半都会去规划一下
让自家的核心有一个最优的发育路线。然后等到临近4分钟的时候，微博这边应该会出一些小节奏，因为他有西施有老夫子，他抓起人来更方便，再加上哪吒的远程支援，他可以根据 DYG 侧重的一侧去打另外一侧，会更好出节奏一些。DYG 这套阵容的话，他打起团战来。他这个最后康特位给一星的选择，我的理解就是，你西施拉到我任何一个人，你想要去集火，肯定需要孙尚香的输出。孙尚香集火的一瞬间，一星风格大招能拆。对，就是你孙尚香要想杀我这个人，就要吃我一星这个大，要么你就交闪现跑，就这个逻辑我给你爆了。他也没有能吃得住孙尚香集火的人，说白了，他就只能用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。就是这个前提，就是他们的经济最好是能够有个优先的这个领先发育的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这一把是要考虑让小轩还有千层去多吃钱，他们整体的阵容发力上面来说，前期还是要更强一些。微博的话，这套阵容打到中后期会非常强，有大核心，然后上野基本上能够站在那边能扛能打，带线也是优势，是的，团战也好打，所以还是相对来说 DYG 有一定的进攻压力。进入比赛，蓝色方深圳 DYG， 红色方北京微博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全军出击！二闪直接背到，跟了一下一星的2技能，小麦这边也是闪现直接交开了，上来这么凶。DYG 这波是有这样的一个布置的，希望打一个出奇制胜。但其实伤害灌满了，也杀不掉。小麦这边也比较小心，因为他没有上线第一时间教自己一技能的翻滚嘛，所以没有就是相当于保了一下自己。左边这个爆发橘右京那一套1技能接2段已经打满了。没招，再加上有个太乙真人在旁边，就是利用自己1阶的强度，想做一些尝试，上路位置去夹了一下太乙真人，太乙真人交了闪现，这样微博的下路双人组闪现全掉了。那 DYG 的目的达成了，他在中路这么给你换技能换状态，不一定杀得掉，但是一定把你闪现打掉之后，孙尚香跑起图来也就会变得更加的小心翼翼的。是的，他没有办法非常顺畅的中下转，只能让游走跟着他转。就打微博这套阵容，核心就是不能让他的打野跟射手发育的太舒服。没错。DYG 这边的话，则是往上半图去帮助曹操建立优势，这把 DYG 的上也是要多吃钱的。微博已经开始打3人兵线加转线，给到是项羽一星的第一视角。其实这个赛季玩一星的真的没有那么的频繁，就是这个赛季一星的登场率比较低。除了项羽那把一星，好像之前九尾也拿过一把，但那把没赢。上一局的话，项羽他有很多的那种前置点位的预判，对他提前站住视野之后，发现对面的动向，然后直接用大招留人。对。等到他到4级了以后，他们会在河道去做这样的布置啊，因为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 combo 链去阻挠小麦转线之前的速度。现在微博的做法呢是直接让西施在下路换线，在这儿扛压，然后让孙尚香跟着蹭野区。他们其实是轮转换线式的打法，中路有线的话就让孙尚香。就哪有经济就叫孙尚香过去，对，一起去吃，然后西施就站前点给视野。上路好像背了一下，然后中路位置也打了起来。小轩这个位置拿到第一滴血，但是暖阳这边直接飞了过来，两段厌烦拉开身位，不追了应该。而且小轩想操作呀，是的，有想法。再追，再等，回头，他觉得有大招。是的，哇，把血吸回来，打2双杀了，非常好的一个进攻，没有依赖于队友。他是一个进草，刚好贴到了西施，然后西施那里估计技能空掉，被橘右京躲了，然后橘右京一路追杀过去，先秒一个。此时暖阳的哪吒再飞过来，被橘右京给拉扯了，橘右京拖到第2轮技能好，把暖阳的哪吒也杀掉。这波小轩凭一己之力为队伍奠定了前期扎实的优势，完全打开了节奏，他自己的对位经济也领先了1300。同时，刚在对抗路也打起来一波，就一星框到了之后，应该是把太乙真人的技能都打掉了。但最关键的还是在正面战场小轩的这个1打2，这经济一下子领先了暖阳1000块。
而且他们控到了对面野区整体的一个刷一时间，所以接下来就可以围着橘右京去打了。刚看小地图是听月站住了中右草，然后被橘右京看到了，看这波，橘右京直接反打，就是他一技能一空，那边橘右京无压力，同时上路也在打，这波盾槽合体配合一星大招打出太乙复活，杀掉，几乎是同时动手的，主要是正面这波拉扯。等于 DYG 两路开花，但这时候哪吒确实手上也没有太多的技能，他也没有办法了，去打断橘右京的技能了。是的，橘右京比较怕那种很密集的小控去断他的技能。想往下路压一波，还有7秒对面刷蓝，正面的话对上直接开了，而且能背回来找到太乙，太乙这边是反舔，同时的话大招也套了一手，对面蓝刷了。一星这波是没有大招的，但橘右京状态还不错，要直接带队友进野区，暖阳是直接放了，因为队友那边没有状态去帮他防守野区了。这样的节奏其实是 DYG 这个赛季最让大家熟悉的一种前期的节奏。DYG 它其实各项评分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入侵能力，其中就是大 A 位的小轩，他的入侵能力是最顶的。看到这一局的实时预测上面，12人看好了深圳 DYG，14人看好了北京微博。然后同时这套阵容也说到 DYG 他在前期是需要去发力的。现在 DYG 打4-1的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他们只要不被对面西施掉了以后，有一个人被打掉，这种推进就可以不断的进行。是的，这里盾山被掉到拉塔下了，再控一下，但是盾山有个2技能可以出来，还行啊，他这波没闪的，其实他那么走有点危险。然后刚刚看了一下经济啊，小乐的曹操对到子墨的老夫子也领先了1000多块，那这老夫子现在正处于弱势期，线也带不了，整个队伍就只能围绕着野区和中路1塔做防守了。看看 DYG 会不会出现一些失误。这把确实是需要展现北京微博之前打出来的那些数据啊，就是在中期，就局面落后的情况之下，他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发育。上路抓人是往上抓的，找到了曹操，而且这边的话中场也挂上了，曹操非常难受，2抓1被抓掉了。这种小节奏 DYG 得防得住才行。主要是微博这波的思路很灵活，他们放弃了蓝区的防守，打了一个反边节奏，就知道 DYG 这波肯定还会再去攻他们的蓝区，所以就直接利用人数差打了上路的2抓1，做了置换。对。有舍才有得，是的。但是小乐确实是有点不小心了，跟老夫子对线1打1，他现在是不怕的，但他怕的就是对面的支援。我们也聊过，北京微博这套阵容抓边能力主要靠哪吒的一个拳头支援，配合老夫子是很容易形成2打1。这段时间会围绕着中塔去做一些博弈，因为 DYG 其实是有推中能力的，他们有一星在，但是因为他们的手相对比较短，所以推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被对面西施给拉。听月已经站好一些前置的位置了。其实现在对 DYG 来讲最简单的就是抱半途打2条线，不要再打3线了。你要有舍才能有的，你不可能3线全控，毕竟对面也有那种抓你边线的能力。这波选择了中路强压。这波就是打的中上2线，曹操就不要摊另外一路兵线了。是的，因为现在属于他们强势期，要配合橘右京去压榨对面的野区资源，让对面的哪吒跟孙尚香发育不起来，他们这一局10分钟就稳定控双龙去终结比赛了。但如果一直打3线的话，会被对面冲一条线的，要么就是冲正面，要么就是冲你单带点。目前的话，微博这边的一些经济点孙尚香是5000。他这把要提前先去憋一个破晓，但整体的经济速度确实增长的有些慢了。孙尚香经济还没有艾琳高，只要 DYG 现在打55架，他是完全不虚的。对，微博现在只能先行防守，然后看能不能再去拖一些时间。现在整体的经济差太多了，就已经这把野区乘以7了。就是因为中路右草的那一波双杀，直接让他起飞了，打开蓝区节奏，有了进攻点，对于他们来说。
一星给大刘而且人，盾山直接2技能背回来，瞬间打出了一手复活。这边的话有一把自己的被动名刀触发流，还是被宋少商给击杀掉了。但是这边的话感觉还能再追，打出了这么一手闪现往后拉扯，但是还是死了宋少商这边。下路的话有一波兵线，中路也有，起码能推2高，打得好的话感觉有机会尝试打有持续机会吊点。，是的。因为千城这个艾琳还活着，有射手就有推进的能力。而对面的话，最快复活时间还需要7秒钟。这边先去打了西施的一手闪现，侧面再找老夫子中的兵线已经进去了，西施一个人有点卡不住，要选择点水晶了。让我们恭喜深圳 DYG 8分多钟，不到9分钟的时间拿下北京微博，还了一局闪电战啊！这把太快了，这就是。